这是在塔斯马尼亚最棒的体验。漫步在摇篮山蒂拉湖畔，脚踩着百万年的石英岩，享受着那份与世隔绝的宁静。在路上遇到超萌的方形便便，会让人会心一笑；而充满生命力的塔斯马尼亚恶魔更令人震撼。在山林间探索一整天后，躲进温馨的木屋餐厅，享用一顿美味的牛排大餐，这绝对是旅程中最幸福的瞬间。今天没有排行程，让大家自由活动。我和家人找了一条觉得距离相对比较短的路线，想去健行。这9条路线，利拉湖步道看起来是难度适中且短小精干的健行路线，适合大多数体力状况的游客。步道长度约 1.4 公里。我们前往游客中心坐 Shuttle Bus，Shuttle Bus 约5到10分钟一班。它是进入塔斯马尼亚国家公园最主要且最环保的方式。72小时的交通票，一个人约315元。买票时，售票人员会先要求出示国家公园的通行证，确认后才会让你买票。接驳车会在多个重要的健行起点停靠，随上随下，坐起来是蛮舒服的。车厢两侧配备了大面积的景观窗户，方便观赏袋鼠等动物。我们坐到 Running Creek 这站下车，先前往利拉湖，再去 Wombat Pool。这个走法非常顺，让大家看一下地图，距离看起来好像很近，走起来比想象中还要累。稍后再跟大家分享心得。从 Running Creek 走到利拉湖这段健行路线，真的是摇篮山最能看到荒野多样性的地方。起点是一大片金黄色的纽扣草草地。还记得我们之前夜间探险就是来这里找袋熊的吗？因为他们是傍晚限定，所以一早来虽然没有看到本尊，但满地都是那种超有存在感的方形便便，真的会让人边走边笑。这种纽扣草在摇篮山这种又冷又爱下雨的地方长得超好，不但是袋熊的点心，连他们踩出来的秘密小路都是靠这种草支撑起来的。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塔斯马尼亚近距离看袋熊的摇滚区。离开草地，进入原始的雨林，满地都是苔藓。植物为了防风，叶子都长得硬硬尖尖的。虽然碎石路走的脚有点酸，但那种像被消音般的宁静真的是超疗愈，整个心都静下来了。中途突然看见有一只针眼在走步道，很有趣，我们先礼让它。穿出树林后，视野瞬间打开，深色的利拉湖直接跳出来。再往上爬一点到观景点，那个角度真的是绝美。利拉湖和鸽子湖可以直接同框，看着这两个高度、颜色都有点不一样的冰和湖叠在一起，画面真的是超壮观的。比起人挤人、名气大的鸽子湖，利拉湖走的是另外一种路线。它躲在山谷里比较避风，所以镜面常常像镜子一样。
把摇篮山的倒影拍得超级清楚。比较特别的是，这里的湖水颜色很深，看起来黑漆漆的，带点神秘感。其实是因为水里有很多植物分解出来的单宁酸造成的。从利拉湖出发后约20分钟就到了 Wombat Pool。戴熊潭是摇篮山国家公园内海拔约1000公尺的高山小湖泊，比起山下的鸽子湖，这里多了一份精致与神秘感。湖边最抢眼的就是那些铅笔松，它们可是塔斯马尼亚限定的古老树种，长得超级慢，有的甚至都几千岁了。细细长长的倒影映在深色的湖水里，那个氛围真的是很棒，简直就像走入日本庭园一样，禅意满满。这座湖的水虽然很清澈，但看起来颜色很深，跟利拉湖一样，因为周围植物流出来的单宁酸，让水色呈现出一种像琥珀般的深褐色。虽然它叫戴熊池，但说真的，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地势也比较陡，要在这里遇到戴熊其实挺难的。想看戴熊的话，去山下的 Running Creek 几率反而高很多。回程时我因为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边拍照，走着走着就没看到家人了，心想还是沿着原路走回去。结果到了一个分岔路口，我走错路了，沿路都是石英岩构成的碎石路，地质很硬，还不小心跌了一跤。虽然已经穿了一双很厚的袜子和长裤，但还是有擦伤破皮。走错路的过程遇到一个小瀑布，蛮漂亮的，但这时 WiFi 又不通，也看不到 Google 地图，沿路都没有路标。再往前走了10几分钟，好不容易跟家人赖通道话，家人建议我再沿路走回去分岔路口。迷路的那时候，说真的会有一点小紧张，因为一眼望去长得都一样。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去爬山时要先离线下载地图，免得 WiFi 不通找不到路。还有岔路口记得要拍个照，这样会比较有印象。跟家人要先约在比较熟悉的地方，比较有个照应。当我再回到分岔路口时，就往回走。这时很开心的看到一只袋熊在吃草，应该是给我一点小鼓励吧。在我坐 shuttle bus 回游客中心时，传来花老登顶的照片。花老选择难度最高的路线，全程约12.8公里，践行路线包括穿越巨石，这巨大的柱状玄武岩构成的乱石区，需要手脚并用在巨石间攀爬跨越，最后才能爬上摇篮山的顶峰，跟大家一起分享顶峰的独特风情。我们来看看摇篮山的游客中心，这栋建筑是2020年盖好的，外观看起来零零角角的，很有设计感。据说设计师是想模仿冰河切割岩石的样子，为了跟旁边的巨石阵互相呼应。说到旁边这几颗大石头，它们叫哨兵巨石，总共有7块粗砾玄武岩。有趣的是，每一块石头都代表着塔斯马尼亚入选联合国世界遗产的一个评选标准，非常有意义。你看这几块石头上面还镶了青铜做的长矛和竹篮，这是为了纪念原住民跟这里好几万年的感情。这群巨石阵简直就是这片荒野的宝穴，在门口守护着。别看他们只是石头，每一块都1亿多岁了，在你踏进去之前，他们就先用这副老身躯帮你上了一堂超震撼的地质课。这次夜间探险超可惜的，
没能亲眼看到戴欢，也就是塔斯马尼亚的恶魔。其实他们不像名字听起来那么凶，大概就小狗那么大，还蛮好奇的。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毕竟他们是塔斯马尼亚很重要的物种。但从90年代开始，一直受到面部肿瘤病变的影响，数量少了好多，现在被列为濒危物种。Devil's Cradle 就在摇篮山门口，是专门照顾塔斯马尼亚恶魔的地方。为什么叫他们恶魔呢？保育人员说，因为他们抢起饭来，那个声音超级尖锐刺耳，而且一生气耳朵就会变红，加上吃东西那个很近，听起来真的是很毛骨悚然。别看他们长得和小狗差不多大，他们可是哺乳类的咬合怪物，按体重比例算起来，咬力是数一数二强。他们专吃腐肉，厉害到可以把整具尸体连皮带骨全部清空，一点都不剩。所以他们在野外其实是超棒的清道夫，能把病菌传播的机会降到最低。看到他们在吃腐肉时，那种兽性看得有点可怕。画面我们也适度的做了模糊，让大家看到感觉就好。说到摇篮山的晚餐，我们这几天去了一家海拔最高的餐厅，一边吃饭就能一边看着摇篮山，风景真的没话说。消费的话是点套餐，前再加主餐，一个人差不多2000元台币。主餐的部分，我点在地的沙朗牛排，肉质很好，配上那个浓郁的菌菇酱和奶油超搭，羊臀肉也处理得很嫩。不过我最惊艳的是前菜，那道海洋鳟鱼是用琴酒腌过的，淡淡的香气配上腌鱼香和鱼子，非常有层次感。最后我们还送了花老一顶纪念帽，恭喜他挑战登顶成功，他超喜欢的，马上就戴上给我们看。这次摇篮山之旅虽然走得很累，但看到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梦幻的湖泊，一切都值得了。这里不只是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能和动物和平共处的榜样。全世界应该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能这么近距离又能自然地观察袋熊和袋鼠。这次的体验真的很棒，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来。